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2号下午的14点1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这轮行情呢，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对道指呢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它能够做出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由于美国公布非农数据远低于预期的影响呢，所以在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回调动作。那么这轮反弹呢，在接近前低28715这个位置上之后啊，我认为它的反弹依然能够保持继续啊，所以呢，这轮行情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行，之后到达 1.4% 附近啊，涨幅达到 1.4% 附近啊，继续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呢，这里的震荡呢，我认为是酝酿多头行情、酝酿反弹行情的一个温床。同时呢，道指的反弹和下跌呢，它正在影响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道指的盘前合约呢，也是道指的主联呢正在出现一个上涨动作，目前已经上涨了 0.58%。那么随着道指盘前合约的上涨呢，昨天晚上被打到19000美金以下的比特币啊，在当前时间正在出现一个小幅度的反弹，当然这个幅度啊非常小。然后我们重新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看啊，我一直提出来的观点啊非常明确，就是18500美金附近的形成的这次波谷呢，目前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反复震荡接近18500，行情在这里面不断出现了磨底诱空的行情。这轮行情呢，我大概率认为是能够反弹上去的。根据经验呢，这里面存在了3次波谷，首先是17605，从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形成了第一次波谷。这次波谷呢，我们看到啊，是一组 K 线构成的，形成了一个双针，首先是探底之后啊，然后2次见底啊，所以呢，这两个位置呢构成了一次波谷。那第二次波谷呢，是在反弹了 43% 附近之后下跌回来，接近18500美金。那么第三次波谷呢，是反弹了23之后啊，反弹了 23% 之后，在18500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波谷。那第三次波谷，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反复的围绕18500震荡啊，反复的做诱空动作，很多多头呢会在这个位置上进场。但是呢，我认为这轮行情底边线已经生长出来之后，波谷位置3次波谷呢非常容易发生反弹，并且这个反弹呢是伴随美股在近段时间的反弹啊同步进行的。所以呢，一直以来我坚持自己的对于行情来说一个反弹的方向啊，但是呢，整体的趋势不得不承认它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趋势。为什么说是下行趋势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啊。我们看到在69000美金之后呢，比特币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走出了一轮日线的反弹，但是这个日线的反弹呢不完整。日线反弹之后，目前我们处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个标志性的阴线呢，是在8月15日这周出现的，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然后后面的行情呢叫8界阴线组。所以呢，处在黄色收敛结构当中的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处在8界阴线组的势力范围，这个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的。所以呢，下方它会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呢会走出这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会跌破这个底边线。但本周呢，本月呢毕竟是比特币月，所以呢它会给一点面子，出现一点反弹啊。但是我们在第一旬，也就是10月的上旬发现啊，它的反弹力度不强，所以呢，在10月的中下旬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比特币或许会有一定的表现，但表现的特征呢，要在18500美金上方支撑得住
啊，那么我们已经给出了点位啊，就是在下行趋势过程当中，更多的建议是做空的。那么做空的位置同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呢，我认为是在21,500美金附近啊，甚至是21,500美金上方啊，这个区间呢是21,000到22,000这个区间。就可以布局空单了，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它的三角形结构基本上已经走出来了。这个三角形结构呢，就是今年5月份波峰连线啊，5月份有一波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在21,500美金形成了一个压力点。形成了一个压力点，这样呢构成了一个波峰的连线。那波谷的连线呢，我们认为是18,500这个位置上连过来的。这个结构呢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看行情呢要看长做短，盐是从哪儿来的啊？盐是打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对吧？上方的结构我们之前预测的就很准确。为什么之前的结构我能给出非常多好的点位呢？原因就是它的结构在这里。我们看到上方的红色的三角形啊，红色的三角形就是它大概率运行的这个结构。那么下方呢，这个黄色的三角形也是我们给出来的啊，行情当中事实上发生过了结构。所以呢，围绕这个大型的结构、大的区间，我们做当前窄波段的多空方向的做这些方向的指引准确率会非常高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三角形当中它有反弹、有下跌、有再次反弹、有再次下跌。那么当前我们处在这个底部位置，它反复确认了20几个交易日。从9月22到这个10月10号20几个交易日反复的围绕这个位置做文章，所以呢大家会感觉非常疲劳。但是呢这个位置就是它磨底的时候底部当前阶段性的底部在18,500已经出现，很多人都会认为18,500是真正的底部，但是我认为18,500是阶段性的底部，它有反弹的可能性，但最终呢出现第4次波谷的时候，它会重新跌下来。那么我们现在仔细观察目前这个底部位置它算一次波谷，我们应该合并 K 线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K 线合并起来看那这么多的震荡，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箱体一组震荡，所以呢本轮20个交易日它都处在一个位置的波谷上，所以呢这个位置反弹的机会还是很高的。那么在比特币有可能出现反弹的情况下，那很多山寨就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把握了几个热门的山寨，包括 EJLD Luna C 还有 ERN都表现不错。那么前段时间我让大家伙去注册这个火币网因为火币网面临收购收购是怎么回事呢？每一轮行情呢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浪子回头的币种，比如说 Luna C Luna C 的前身呢是 Luna 币那 Luna 币暴跌基本上归零之后，它有一个重启的过程有一个恢复的过程。这个 Luna C 呢就是这段时间近1个月我们非常重点炒作的对象。那么火币网李林它在退居2线之后，火币网被收购之后，那火币的主要币种火腿 HT 它一定会有所表现。所以呢我在1个月之前就在我的VIP 群中基本上也包括了 Telegram 群，我也跟大家伙说了要注册火币搞火腿，原因就是在此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这种浪子回头的币种浪子回头金不换古人说的对就是一个好人再优质，比如说 BNB 你可能赶不上车，但是像这种浪子回头的币种，归零之后重启的币种，倒闭的平台重新起来的币种，甚至包括我们做的 ERN在这段时间表现非常好的 ERN， 它也是会出现这种多次的浪子回头。所以呢浪子回头对于任何事情都是你好的抄底的一个时间点和位置那么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浪子回头，包括
币种的浪子回头，包括平台的浪子回头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好的炒作标的啊。你做交易一定要搞一些这些浪子回头币种啊，包括我们之前玩的土狗啊、道兹拉这种啊，或者是这个史币这种啊，还有很多，还有什么大剑呢这种土狗啊。浪子回头啊，他们都会存在这种浪子回头啊，浪子回头啊，获利空间都是翻倍的，都是几倍的。所以呢，如果你做现货的话，一定要关注这种消息面的浪子回头的平台啊，浪子回头的币种啊，非常容易大幅获利啊。你在来听我的课的时候，不是来赚每天啊，比如说比特币今天波动只有我看一下。只有 0.25%， 只有波动 0.25%， 那你每天赚这点钱吗？你即使全赚了，改变不了你的阶层啊！你要来赚的是浪子回头的这种翻倍行情的几次就能把你带到财富自由。那么以太坊，我们直接看一下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它对那个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就不看了啊，因为已经反复说了很多次了，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特征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证明以太坊下跌未来会有一个加速，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强调要重点的做空以太坊。那么以太坊现在在日线级别它形成了一个箱体，这个箱体呢也可以在4小时级别上观察得到。所以呢，这轮行情如果它出现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到$1450附近首先它箱体的上边线是1350，1450呢是它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所以呢1350到1450之间可以布局空头可以布局空单。那么这轮行情以太坊周线级别下跌目标位我们看到了它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周线级别出现了悟空阴线、8金阴线更弱于比特币的是，它目前走在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附近，所以呢，下方有一个唐僧阴线周线级别唐僧阴线目标位$1100然后我们重点看一下山寨币，还是以 ERN 为例这个是我们最近重点观察的币种那么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做4小时级别对称型回调之后出现左低右高的一个诱多的行情，我们在$4已经出场了，因为我们观察到它上涨之后快速下跌，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呢要反复的进行回补，所以呢第二轮上涨之后，我们在$4附近出场之后打到这个位置，打到$3附近，我们看到了底部的2个点已经出现了，所以呢我们模拟的画出来之后，在$3抄底之后，然后又到达$4附近再次出局之后，目前行情已经第4次接近等位置的位于接近$4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它走到这里继续上行的概率就大了，所以呢在今天如果介入它的话，止损位你要设置的低一点止损位设置的低一点，你把止损位设置在$2.9到$3附近它的这个位置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容易走什么呢？容易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呢，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已经突破了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突破之后呢，走出了悟空阳线，走出了8界阳线组。我们看到这个8界阳线组走到非常复杂，但是我们通过合并 K 线之后，我们认为是8界遇到了妖怪。什么是妖怪呢？就是干扰性 K 线，对我们产生迷惑的 K 线，对我们的多头行情对于 ERN 的这个多头行情产生干扰的 K 线，所以呢，上方我们有继续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上方我们看到了到达$5.5，这里面在结构上是有压力的，但是这个压力呢是一个突破位的压力，这个压力呢是非常容易突破的，所以呢我们做2手准备，如果到达$5.5之后，我们要进行一部分减仓，减哪部分呢？我们把我们大部分本金减出来之后呢，耐心等待它能够完成的突破可能完成的突破，最终呢行情如果在这里面在它当前是热点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有可能走出
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啊，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突破5.5美金之后，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我认为是在7.5美金到8美金区间。所以呢，最近做这种热点币种啊，可能会获利很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